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占尽未来趋势的科技公司 Greatech， 并探讨了他们最近的扩张和势头。那么今天，小编我依然将会要为大家分析一家科技公司，看看他们在 bonus issue 之后股价大跌，到底是否还有没有看头，未来是否还有基本面在支撑。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今天会说到的这一家公司是属于一家科技公司的中游公司。大家如果不明白科技公司的上中下游公司，可以回到之前小编我在去年的影片了解哦。那么中游公司一般上都是做一些有关包装与测试 packaging and testing， 或者是像前两集所介绍的 Inari 从事 OSAT 半导体组装与测试 outsource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的业务。那么今天要说的这一家公司就会来的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业务并不是从事包装或者 OSAT 半导体组装与测试，而是从事生产芯片测试所用到的 socket 插座，然后再把它们卖给做测试芯片的科技公司。那么相信说到这里，大家都应该知道小编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吧？没有错，就是 JFTech。JFTech 主要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而旗下拥有4家全资的附属公司，那就是 JF Microtechnology Sdn Bhd、JFong Technology Sdn Bhd、JF International Sdn Bhd 以及 JF TestSense Sdn Bhd。首先我们来看 JF Microtechnology Sdn Bhd， 主要从事他们的 IC， 也就是 Integrated Circuit 和一些半导体零件测试插座的设计、制造和营销。至于第二家 JFong Technology Sdn Bhd， 则是负责电子产品和零件的生产与贸易。之后就到他们最为新的2家子公司。那么第一家也就是 JF International Sdn Bhd， 主要是一家控股公司，而旗下的附属公司就是待会我们会讲解的 JFH Technologies Kunsan Co Limited， 也就是与华为有合作关系的子公司，主要的业务也是为 Integrated Circuit 和一些半导体零件测试插座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然后最后就是他们于2020年7月22日成立的 JF TestSense Sdn Bhd。那么这一家公司主要是负责测试程序软件的开发与研发，和培育更加出色的工程师。此外，他们也可以提供完整的 Full Turnkey Test Engineering Solution， 这也将成为他们未来发展很重要的关键公司。那么在进入他们的财报之前，请容许小编我在这里打个小广告。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又再次开放给新会员加入了，在这里小编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此外，如今加入的朋友们还能额外得到免费的10拿9稳马股分享会哦。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一个连接，或者到 link description 里的这一个连接直接联系扭转乾坤的 Telegram 报名哦。回到正题，那大体的了解了他们的公司结构与业务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到底是些什么，为什么插座可以有如此好的销量。那么他们公司最主要生产的 test socket 测试插座大体上可以被分为5种类别，那就是分别用于 5G 射频波 Radio Frequency Wave、 汽车领域 Automotive、 精密模拟 Precision Analog、 高电压模块 High Power Module、 绝缘硼双极晶体管 Power Module，或者叫做 IGBT 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Module。 那么每一种的插座都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来生产的，因为在测试的过程中，这些插座不只需要测试芯片的宽带和功率，而且还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不仅如此，测试的精准度也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插座都是不便宜的。此外，他们也对他们的这一些插座申请了专利 Patent。 目前为止，他们一共申请了68项专利，而其中的33项已经获得授权用于 5G 和汽车的测试应用。那么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与竞争者区分，并让自己有更高的竞争能力。那么大致上了解了他们公司的结构与产品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突破了历史新高 9.6 个 m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的 9.4 个 million 上升了 0.2 个 million， 也就是 2.1%。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4个 million 下降到了 3.7 个 million， 一共减少了 0.3 个 million， 或者是 7.5%。 至于盈利率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42.9% 下降到了 38%。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收入突破历史新高，盈利却减少了呢？公司管理层表示，
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设立新制造工厂，以及 JF TechSense 在这个季度需要启动资金，才导致成本提升，盈利下降。之后我们也来看，他们如今的现金储备是高达 24.6 个 million， 而长期贷款是 2.6 个 million， 和短期贷款是 0.97 个 million， 这也让他们拥有高达21 million 的净现金，可以说是相当的雄厚。然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去年2020年7月13日完成了18%私下配售，当时一共筹集了 69.9 个 million 的资金。来到了最新的季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项私下配售所筹集得到的款项基本上都是用来做于扩张，其中就包括了工厂的产能扩张，花费了23个 million， 未来的日常营运开支 25.6 个 million， 用于研究与研发的研究所的扩张4个 million， 和开设新的测试接口和服务业务12个 million 等等。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他们未来将会迎来各项的扩张，而且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目前已经把 69.9 个 million 中的7个 million 资金投入运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扩张旅途。首先就是他们计划在未来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One Stop Solution， 就是刚刚提到的 JF TechSense 公司将会开发更多的软件产品和培育更多的人才，想必这个能为 JF Tech 的未来提高更高的 profit margin。 那么光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就来看看 JF Tech 做出了什么行动。那么他们的管理层表示，他们将对位于雪兰莪州 Kota Damansara 现有工厂进行扩张，并预计在2022年3月完工，而建筑面积将从目前的46000平方英尺增加将近1倍至9万平方英尺。之后，对于新成立的提供测试接口解决方案的 JF TechSense Berhad， 他们表示将在2022年开始做出贡献，而且除了插座之外，还会有其他组件构成的测试接口，并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完整的 Turnkey Solution， 也就是一条龙服务。此外，他们也打算把 JF TechSense 的软件业务带到中国。那么进展如何呢？在他们最新的季报中，公司表示他们测试接口的业务 Test Interface Business 正在马来西亚工厂安装新机器，以为全球半导体公司提供完整的 Turnkey Test Contacting 一条龙测试服务、Interfacing 接口和 Test Program Engineering Service 测试程序工程服务，并从而推动集团在半导体行业链中的价值。之后我们也来谈谈 JF Tech 在中国的发展。相信很多人认识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在2020年与华为宣布的合作，也就是通过他们的全资子公司 Hubble Technology Investment Co Limited 与华为 Investment and Holding Co Limited合作在中国设计、开发、制造和供应的 High Performance Test Contactors 高性能测试接触器。那么 JF Tech 的首席执行官 Dillian Atmasin 表示，这个新工厂的生产预计将在2021年第3季度开始，而且工厂的产品将在前2年专门为华为提供服务，但之后可能会开始供应给中国本地的其他客户。此外，他指出第1年将至少向华为提供600个测试插座，然后预计在第2年翻1倍达到1200个。那么如果以每个测试插座$2500至$3000的售价计算的话，新工厂在前2年的营业额至少可以达到$450万。那到底这个合作是否会长久呢？这里我们就要回到促使这一项合作的根源，那就是在2019年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开始对华为执行强硬的杯葛行为，让华为意识到了一直依赖美国的芯片的威胁，因而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案。而 JF Tech 也在这一次中获得了与华为的合作，并且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家在中国设计生产基地的高性能测试接触解决方案制造商。因为他们的产品性能更好，而且成本更低。那么根据最新的季报， JF Tech 在中国的制造工厂建设进展顺利，而且目标是在2021年第4个季度开始投入生产。他们也预测这一家在中国的设施将大大加强他们在中国的足迹以及人脉网络。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JF Tech 打算接下来发展测试插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业务。那么到底要如何去完成这一项计划呢？首先我们就要来了解测试插座的市场。根据他们的管理层表示，
在测试插座里面有4个基本的分布，也就是4种不同的测试插座，分别是用于测试 5G 和 Radio Frequency 射频的 Short Rigid 短刚性插座，用于测试汽车零件高温高电压的 Cantilever 悬臂插座，测试记忆体 Memory 的 Elastomeric or Rubber 弹性或橡胶插座，和用于测试微处理器 Microprocessor 以及万用测试 Universal Test 的 Spring Probe 弹簧探针插座。那么 JFTech 的专长就是在于 Short Rigid 短刚性插座和 Cantilever 悬臂插座，而 Elastomeric or Rubber 弹性或橡胶插座和 Spring Probe 弹簧探针插座则是一家叫 ISC 的韩国上市公司的专长，甚至是领域的佼佼者。那么就在前几天8月11日 JFTech 宣布他们将与 ISC 签订代理协议，并任命为 ISC 测试接触解决方案产品在中国、马来西亚和东盟的销售和分销代理。那么由此一来 JFTech 也就能拥有生产4种测试插座的技术，并且预计在未来将会成为 Spring Probe Test Socket 弹簧探针插座的 OEM 制造商，并从2022年财报第3季度开始，将自己的测试插座外壳与 ISC 的尖端弹簧探针结合在一起。由此一来 JFTech 将可以成为之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了所有的技术，以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这也提供 JFTech 很大的盈利增长空间。那么说完了他们的扩张与利好，也是时候来看看他们的利空。即便他们拥有如此美好的未来前景，但是如今的股价已经高达1令吉52仙，而且 PE 本益比已经是高达95倍之多，比普通半导体公司的平均 PE 高出了许多。虽然说他们未来的扩张将会带来盈利增长，但是也是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到底会不会成长那么多，目前也还没有人可以下定论，所以这也是投资者要注意的地方，切勿盲目追高，必须要做好功课。此外，回顾他们在1月20号所做的1送3红股配送，我们看到了活生生股票流通性增加导致大量抛售股票的情景。当时红股配发之后，股价从最高点的2令吉10仙跌到了最低点的1令吉20仙，一共跌了 42.88%。这也就显示出了市场对于这一类高 PE 公司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如今是以昂贵的股价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虽然说未来有可能有成长，但是如果一旦市场受到一些外来或内在的负面消息影响，股民就很有可能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恐慌并抛售股票。那么你们觉得如今1令吉52仙的股价配上95倍的 PE 到底算是贵还是便宜呢？如果你们觉得未来的扩张加上半导体的趋势将会让 PE normalize 普通话，所以不必担心的朋友们，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如今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如此高的 PE 会有风险的，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